谢，你们的热情让我以为我已经拿冠军了啊！经常看喜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我们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有病，是吧？你看有焦虑抑郁的 ，ADHD 的，还有超雄的。我也有病，我前一阵儿确诊了强迫症，不用担心不严重，我只是小强。然后但我有很多奇怪的症状，有时候我都感觉我有点强的可怕。我有一个症状，就是我总会反复检查，我每次坐飞机都会反复检查手机有没有调成飞行模式，再检查电脑，再检查别人的手机。有一次我直接跟旁边人说，我说您手机麻烦调成飞行模式了。他说怎么空姐还有便衣呀？我还有一个症状，就是我特别害怕细菌，我拿很多东西都要垫一张纸。有一次我朋友来我家，我垫张纸开门，他说你干嘛？你是怕在家里留下指纹吗？他看我垫张纸拿手机，他说你这手机该不会是电子产品吧？对，我特别害怕细菌，所以我特别爱喷酒精，然后就算在家里也喷。你知道我家现在酒精浓度有多高吗？我现在在家里都不敢开明火，我就连骑共享单车我都得喷酒精。我特别庆幸我不会开车，不然查酒驾我一定会把酒精喷在酒精测试仪上。而且我也最近发现，真的很多人对强迫症都有一些误解。之前我朋友看到我的包，他说你包怎么这么脏？你不是有强迫症吗？你不应该有洁癖吗？我说我只是害怕细菌，但我不爱干净。保洁来我家第一句话，美女1年的活2小时干不完。我家只是细菌少，但是垃圾多，我家就是一个无菌垃圾场。我妈经常给我打电话说，哎呀，没事别总在家做饭，家里哪有外卖吃着放心。真的，我发现很多人都对强迫症有误解，很多人觉得强迫症就是爱干净，甚至我有朋友给我推了一款专门给强迫症玩的游戏，叫清洁英雄。游戏内容就是扫地擦桌子。我说别人都玩游戏当英雄，我玩游戏当保洁啊！人家选的英雄都是什么安琪拉、妲己，我的英雄不是张姐就是李姐。人的英雄都穿什么冰蓝丝绸战袍，我的英雄只能穿卡其色小立领。我觉得喜欢玩清洁英雄的人，可能只有威猛先生。除了误解，我发现更难受的是，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。你看，你要是得了抑郁症，所有人都会关心你，跟你说你还好吗？我跟别人说我得了强迫症，所有人都跟我说我也是，我也爱看修驴蹄。你爱看切肥皂吗？就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。你看，你要是在网上搜不同心理疾病，后边跟着词就能看出来。那你看，你搜焦虑症痛苦，抑郁症难过，你搜强迫症极度舒适。甚至在我确诊之前，我都没把强迫症当病，我一直都觉得强迫症就是笑点低。因为你看网上所有人都不开心，只有强迫症洗个地毯他就能狂洗。我以前我都不了解强迫症，我以前刷到强迫症狂喜啊，我一直都以为狂喜是强迫症的一个症状。真的，我说我也没狂喜啊，那我没病，我就是爱骂人。他们说那你是超雄。但是我发现就没有人把强迫症当病。就很多那种短视频博主发个那种什么切东西短视频，就说治愈强迫症，底下没一个强迫症说自己被治好了的，都是一帮正常人说我确诊了，好治愈啊。我说你凭啥就确诊了啊？我又是挂号又是测试，我好不容易才得上的病，你刷个短视频就确诊了啊？强迫症是什么低级的病吗？所有人都想来分一杯羹。这你凭啥强迫症？你评论里的滴的都打错了。更难受的是，强迫症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。医生跟我说，现在最好的方法叫暴露疗法，就是你害怕细菌，你就要多接触细菌。
我说我现在接触细菌已经够多的了，我还怎么多接触呀？啊，我看见小区垃圾桶我跳进去，我再买个公厕味的香薰。但我现在还是在尝试暴露疗法。我现在就跟我自己说，没关系，对吧？手机不检查没关系，骑车不消毒没关系，脱口秀没有底没关系。你们不投票有关系，开玩笑，不投也没关系，但你们最好不投也没关系啊，但你们最好能投个整数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海。到的，给甲方弄掉了。上老师他掉凳，你掉麦是吧？哎，摆正了，摆正了。没事，后期 P 一个，后期 P 一个。哎，完了，全完了，小海该难受了。来吧，做个自我介绍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队长。我们就是安全出口电台。哎呀，今天下了很大的雨，但是朋友们还是来看了，说明大家是真喜欢脱口秀啊，喜欢。我也有点爱好，我喜欢去动物园啊，喜欢看动物。对，就是我到一个城市演出，我就会去一个城市的动物园啊。我现在甚至有点奇怪了，我开始喜欢领我的朋友去动物园玩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就介绍动物园给他们啊。你想不想去动物园？行啊，我其实挺久没去过动物园了。我带你去一趟，带我参观一下，行不行？那么来个这个。好。你好啊，你好，恭候你多时了。哎，你好。我是园长啊，欢迎来到我们动物园。入园之前呢，我们要测一个体温啊，还挺严格。对，为了动物的健康嘛。哎，可以。不光是您，我也要测。我没问题啊，到您了。不是你插完嘎吱，我插我嘴啊。不好意思，您抬一下。你是一点洁癖没有啊？这准吗？不是，现在不是那种测温枪那种电子的吗？哦，有，不好意思，测温枪啊，B 53度，我是酱香的，我是。哦，35度30，欢迎入园。我们园呢是我们国家点名的315景区，就是黑名单呗，咱们就是啊。黑名单，那叫3A 级景区啊。3A 级景区，3A 级景区。来，这是我们的电子地图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山林猛兽区啊，西伯利亚的老虎，哎呀，坦桑尼亚的狮子，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配套设施啊，咖啡店。对，那是这边的哦，右边啊，右边是我们的这个非洲动物区，而且非洲草原的动物。对。啊，那对面呢？对面啊，对面是企鹅。啊，那不去了，去年去过了。好看吗？没看清，人太多了，一下就给我挤出来了。没事啊，在我们这儿你想看什么你就自己划，想去哪个区？行啊，哎，这是哪？这个区啊，这是我们这儿最热闹的区，是吧？静安区。划哪儿去了？划慢点啊，从这儿往前走右拐，动物表演区。哎，我们现在可都拒绝动物表演啊。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们这儿动物表演区不是我们训练动物表演啊，是哪个动物想演哪个动物去演。哦，就是网上那种什么动物硬要表演，能这么理解，很好笑。看啊，好，行吧欢迎大家来到安全出口大马戏啊！今天给大家带来动物表演了。首先第一个动物是我们的狗熊骑车。这狗熊骑车不哪儿都有吗？举啊，狗熊骑电动车呀！干啥去了？没事，我们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鹦鹉学舌。鹦鹉学舌挺有意思啊。学哪个舌呀？用你学呀？动物园里有。不爱看没关系啊。我们看我们的压轴动物孔雀开屏。孔雀开屏不也哪儿都有吗？大哥，喝孔雀开啤酒啊！不喝。孔雀开屏，别吹了，别吹。东北孔雀呀。挺好。不看了，干啥呀？不，你这动物太奇怪了，不看了。不爱看没关系，我带你去我们的这个未开发的项目啊，一个野外探索区。还没开发？对，就是测试阶段。哦，怎么样？什么是野外探索区？哦，野外探索区就是我们完全模拟一个野外的环境啊，把动物放进去，让动物在里边野蛮生长。
啊，就模拟那种非洲草原。没错，这个好啊，想看看啊？走。但入园之前呢，还是要穿戴一些专业的装备嘛。啊，户外的装备穿上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冲锋衣。对的。来，还有这个，冲锋裤。冲锋裤衩。冲锋裤衩。啥是冲锋裤衩？防风的。我裤衩要什么防风啊？我放个屁不全兜里了吗？哎呀，穿上吧，有总比没有好是。啊，欢迎入园。这个区呢有非常多的稀有动物，想看什么直接告诉我就行。哎，我这次来动物园主要想看那个，哎，那个叫啥？就是网上特别火，哎，就是那个，哎，情绪特别稳定，特别温顺。哦，哎，特别懒，你咋碰它都不动。啊，知道？我爸，你爸。我上野外探索，你爸。那是不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哦。卡皮巴拉，有是不是？有，找一下。它的脚印和别的动物不一样。哦，这个就是瓦达西娃的脚印。卡皮巴拉，什么玩意儿瓦达西娃啊？看你脚印干啥呀我呀？顺着这个脚印找就能找着它了。哦，哎，这挺有意思，你知道吧？先生，你这个腿这儿这2个红点是什么红点？你被蛇咬了？我被蛇咬了。你被蛇咬了呀！被蛇咬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能被蛇咬的？我怎么能被蛇咬？我就穿个裤衩，我能不被蛇咬吗？我咋办呢？这个，你笑啥呀？笑是生活的解药啊！你别跟我搞抽象了，来，你把毒给我吸出来，来，吸出来，吸毒犯法呀！是一个吸毒吗？我给你问人行不行？赶紧给我问人。豆瓣，为什么豆瓣？医生没有医生吗？医生，喂，医生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，他在野区被蛇咬了。什么形状？个不高，黢黑，像东南亚人。蛇什么形状？说我干啥？蛇什么形状？蛇咬完蛇就走了呀。哦，行，那个医生说他一会儿找工作人员送药，您不要着急。有药是不是？有药，赶紧给我送过来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出去肯定投诉你们，你们等着吧。我真服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有点困。哎，不能睡啊！没睡，一会儿让你打死了。好像有野兽过来了啊！好像是熊啊！不是，怎么还有熊呢？这块有熊啊！快跑啊！哎，跑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傻呀你！他有电动车。不对，他没电，不知咋办呀？这你装死就行，装死。哎，药我给你放这儿了。送药来了，够了呀！哎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徐指导。我刚刚特意背了一个。这个是怎么来的呢？淘宝上给我点了一个，送的太快了，就是。行，那我就揣兜里了，咱们开始演出。很开心啊，今天又回节目了。我今天来之前呢，我爷特意嘱咐了一下我，说你今年能不能别提我，就老提家里人没什么意思。你们脱口秀得面向社会议题，你得有的放矢。这个有的放矢点醒我了。我有个弟弟啊。他带给我的惊喜比我爷还要多。我弟在10岁那年有一次把自己的左胳膊给摔脱臼了，我挺着急，我带他去医院拍片子，拍出来一张健健康康的右胳膊。我说为什么呀？就左胳膊疼，他拍的右胳膊，就怎么你是觉得一个健康的胳膊他更出片是吗？啊？我们都快气坏了，就我弟一个人心态巨好，拿着那个片子说医院挺厉害啊，这拍完就好了。我爸都戏笑了，说医院可不厉害，但你过来拍了下胳膊，能查出你大脑的问题。我从小就跟我弟挤在一个床上睡觉，挺难受的，因为我弟这个人他睡觉不翻身，但旋转。晚上的时候头在这儿，脚在这儿，早上起来就翻到这边了，完整的180度，就到什么程度？就后来我半夜起来，我看他，我能知道现在几点。他那个脚会在我身上做一个匀速圆周运动，那一刻我就理解什么叫真正的旋转的角速度。最可怕的就是到过年还过年，哎呦，我真是这个嘴瓢，都赖这个广告刚刚没放上，哎呦，真是。
到过年的时候，我爸、我弟还有我会在我爷爷家一块打地铺。我爸、我弟都打呼噜。你们知道打呼噜它是有波峰和波谷的，就我爸那个波峰会精准的卡在我弟那个波谷上，就没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啊！给我，就别人家打呼噜都是我们家一到过年就说别人睡觉都是跟死猪一样，我家这俩睡得跟活猪一样。在我们东北到过年，活猪他不敢睡这么踏实呀，容易成死猪了他就。家里人其实还好，我发现现在陌生人也挺爱打扰我睡觉，就我一午睡就来骚扰电话。我现在感觉我那个电话它最该删除的功能就是电话。有的时候午睡接起来那个推销电话真生气，接起来第一句话：先生，你最近睡眠怎么样？我说最近是多近啊？我刚刚已经跟活猪一样。我还接到过一次之前来我家干活过的保洁阿姨，过了3天打了一个回访电话问我，你觉得我3天前保洁服务做得怎么样？我说阿姨，你这3天是在内耗吗？3天，各位过了3天，我已经看不出来她干得怎么样了，就按我现在看是一般。主要我是觉得我理解回访电话，因为他们需要工作要一个好评啊，然后他们工作才有相应的回报，我也愿意配合。但现在有一些回访电话，它真的有点太着急了。我买了个空气炸锅，就刚到家，那个网店催好评电话就打过来问我，你这个空气炸锅用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说我这空气炸锅只炸过空气，现在。他说你能不能先给个好评再去用？我说为什么这么着急啊？就你这东西是一用就炸吗？就我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商品质量良好，做饭好吃到炸裂。还有更炸裂的要好评方式，特别没有边界感。有一次我在饭店，然后人家要好评，我说暂时不太方便写，他说那你把手机给我。我说啊，还还我吗？人家让我要好评就是让我留下电话，你给我电话留下。你就看他们拿着你那个电话半天也不还，你真害怕呀！我说这拿我手机干啥呢？别等会儿跟我说先生这顿不用付钱了，刚刚帮你把那个小额贷开开了，看你还参加个节目，帮你退赛了啊！主要我现在就感觉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好像在变化，因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，我打商家那个客服电话，我现在感觉很难打通。我每一次打那个电话，我就感觉我在那个店门口就敲门，就梆梆梆，我在他家门口梆梆梆敲门，没有人理我，或者一敲就开，出了个机器人。但是商家可以随时随地一脚踹开我家大门，问我厉害不？你要是觉得我厉害，你用15个字讲一讲我怎么厉害。说的我满意的话，这1块钱算我赏你的。感谢平台教我，感觉做乞丐最重要的就是会说吉祥话。主要我不太想为了这种蝇头小利去写所谓的好评，我也被骗过。各位，我也当过观众，我当时看了一场某个平台上9.9分的脱口秀演出，就那个演出质量就是一坨，太难看了。结果那天看完以后，主持人上来说，如果愿意写一条好评，会再送我2张门票。就什么概念？只要我愿意承认这一坨美味，我就可以吃饱。我都在想，我要不写一个吧，就给我爸和我弟，就那个演出质量，他俩绝对能睡得很香。演员演得也很开心，说我今天效果挺好，有俩观众都笑出猪叫了。我就希望商家不要再逼着我们去写好评了，也不要逼着观众去写好评。如果觉得好，大家自然会去写的。所以麻烦各位等下给我一个好评。不想写也没有关系，等下可以把手机给我。这是一个稍微有点多余的 callback， 但我坚持留在这儿。我想用这个表达一下我对回访电话这个东西的态度，就是不合适的时候咱们就不要 callback 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你们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杨仔儿。小时候家里一直教育我要乐于助人，啊，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正在校门口买烤肠，突然过来一个叔叔拍我，说：“小伙儿，我钱包丢了，能不能给我2块钱坐车？”说实话，我真想帮他，但我手里只有2块钱，给他我就买不起烤肠，很纠结。你说你非得这时候来找我干啥？
那刚才买作业本的时候你干啥去了？你们也知道烤肠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诱惑力啊。当时你想让我帮他，除非能奖励我一根烤肠，我愿意帮他，但不愿意无偿帮他。我想给他留下一个那种爱莫能助的印象啊。琢磨了一下，我掏出1块钱，我说：“叔叔，你看，我只有1块钱。”啊，没想到他说：“1块钱你吃个屁烤肠！”他就跑了。哎，他跑了，我咋整啊？我还剩1块钱，买不起烤肠，人烤肠都给我做上了，实在没招了，我也赶紧跑吧。我再不跑，一会儿烤肠做好了，我还得再听一遍：“1块钱你吃个屁烤肠！”我总是不知道，就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求助。之前碰见过那种卖花的老太太，啊，拿着一朵玫瑰花往我怀里头塞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买1朵吧，就当帮我了。”我寻思行啊，无私奉献一把。没想到我刚在那儿付完钱，一抬头面前又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也拿着1朵玫瑰花。这小伙子也帮帮我吧。不是，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在这无私奉献呢，他们怎么有丝分裂了？哎，我当时有点被自己的好心给架住了啊！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好事成双。但老太太分裂的速度有一点太快了，马上就呈指数级增长围了过来，好事成双很快就变成了十全十美。我这么多老太太从哪儿冒出来的呢？老龄化这么严重吗？我当时那个场面太诡异了，一帮老太太围绕着我，一人举着1朵玫瑰花。我发誓，这是我唯一一次帮助卖花的老太太啊，准确的说是13次。当天拎着13朵玫瑰花落荒而逃。回去的路上也很尴尬，你说我一脸木讷的往家走，拎着13朵玫瑰花，谁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心人？只会觉得我表白失败了。我感觉我就是太心软了啊！有时候看不了别人那种那样可怜巴巴那出啊，看着就总想帮一把。之前跨年我又遇见过一个卖玩具球的老太太，我咋总能碰着这种老太太？真的，你想跨年呢，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往家走，离庭园我就看见一个摆摊的老太太，哎，那个老太太太可怜了。你想跨年呢，那么热闹一天啊，灯火通明的，真的，当时你看那个场面呢，哎呀，太揪心了。就你看那个场面，感觉就卖火柴的小女孩，老了。我感觉我必须得支持一下她了啊！我要是再不出手，老太太就要看见她奶奶了。所以当时我特别小心地走到那个老太太面前，再三确认，只有一个老太太。我随便拿了一个那种看着大概3、2块钱的塑料球，一摁能亮的那种。我问她，我说：“婆婆，这个球多少钱呢？”35。啊，35，不是这玩意儿，它凭啥卖35？朋友们，35是什么概念啊？我点外卖点2份炸鸡，34元。哎，你要问我在哪儿点的外卖？那当然是淘宝闪购啊！上淘宝闪购搜索夏日拼团，点外卖拼团更优惠。1份炸鸡券后17，2份只要34元，鼓掌！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那个我是说老太太啊，啊，朋友们，你们可能对他卖那个球的成本没有了解。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东西在网上的名字叫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，售价高达1元。
他要我35块钱，这代表我如果当天晚上给那个老太太35块钱，她能拿这笔钱去吃2份炸鸡，剩下的钱还能买一个波波球、闪闪星空仙女棒。老太太可能觉得有点过分了啊，又开始跟我对话。那要不你拿俩，给60。不是我长得就这么需要那个波波球、闪闪星空仙女棒吗？还2个要60，这也太优惠了吧！便宜了整整10块钱呢，10块钱都够你买10个波波球、闪闪星空仙女棒了。这玩意儿卖多少钱是你的自由，但你也不能讹我呀！啊，这当时我就站那个老太太对面，我就看着那老太太，我就看着她，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，我就在想，就她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，她就是因为该。真的，我当时我看着她，我世界观都崩了，我就开始在那怀疑。我寻思，你说咱小时候看那卖火柴的小女孩，那故事它真是那样的吗？圣诞节的晚上，小女孩惨死街头，一根火柴没卖出去，冻死了，一个管她的人都没有。哎，你说他们那边人真能冷漠到那种程度吗？啊，那就能一个善良的人都没有吗？你说有没有可能，就当天晚上有一个善良的人？假设那个老太太是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哦，可怜的姑娘，你的火柴多少钱呢？哦，先生，一根35。哦，我的上帝，我再去溜达溜达。哦不，先生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2根60。可是我只有10块钱呢，10块钱你买个屁火柴！聊着了，谢大洋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门枪。太开心了，第3轮了。去年啊，第2轮就淘汰，非常难过。朋友们，就是这个比赛对演员的重要性来讲，就相当于1年1度的幽默高考。高考失利就是很难找到工作的，你知道吧？对我们来说，去年节目组还安慰我，他说没关系，门枪，你们啊，晋级的他们和你们淘汰的收获的东西不一样。哎，确实不一样，他们有节目，有流量，有商务。我有什么？我有空。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，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讲脱口秀，然后拍短视频那个流量也不稳定。人在极度焦虑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。我当时就特别想回企业做 HR， 我就开始投简历。我知道你们有些疑惑，收到我简历的 HR 比你们更疑惑。他们觉得有诈，觉得我在收集素材。我过去面试的时候，他一句话不说，对着我看了1分钟。他说：“门枪，摄像头在哪里？”而且我发现，就是我再也通不过面试了，因为我全职做了2年脱口秀演员之后啊，我嘴太贱。就是我很烦 HR 问我那些很虚伪的问题，很装模作样的问题。最烦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会问我：“请问你怎么做好 work-life balance？” Balance 大家都懂吗？就是平衡对等的关系。我就嘴贱，我说：“哦，那请问贵司做几休几啊？”他说：“做5休啊。”我说：“啊，5:2怎么 balance？” 做5休2，你做4休3，我自己摸鱼半天 balance。你现在做5休2叫什么 balance？ 你这属于重新定义 balance， 你这个叫 new balance。
而且你们发现吗？就是这句 work-life balance 永远是出现的时候英文的形式出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讲中文大家都听得出不对劲，错午休而不平等，对吧？所以英文在职场里面往往一直起到一个美化的作用，啊，达不成的指标 KPI， 一帮关系不好的同事 team。几个关系不好的 team family， 老板讲话狗屁不通、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，只需要在2句话中间加一个词就会很合理。Anyway， 我现在其实很后悔，因为当时辞职太嚣张。离职当天，老板说：“门枪，祝你越来越好。”不要被资本绑架。我说你阴阳怪气谁呢？不被资本绑架，我怎么越来越好？哎，我裸辞讲脱口秀是要去勇闯娱乐圈的，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被资本绑架。我做梦都想像那些顶流一样啊，赚一些我不想赚的钱，接一些我看不上的产品代言。我准备好了，资本呢？快来绑我呀！我很乖的，快把我绑到蘑菇，让我过上向往的生活。更尴尬的是，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门枪，我要不要像你一样裸辞去追求梦想？我要不要勇敢一点？”统一答复：不要，千万不要勇敢，别去信那些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不要，我够勇敢了吧？我裸辞，我当时计划去旅游，去看世界，社保断了，办不出签证。再勇敢有什么用？我只能先享受东南亚。Anyway， 还是得找工作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我病急乱投医，我很眼红其他那些很火的脱口秀演员有戏拍，我就把我的简历投给各个剧组。真的病急乱投医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有一个剧组可能他们发现了我的潜力吧，让我去面试一个角色，一个流氓。哎，面试前要先化妆，妆造遮瑕4个小时哦。我看着那张脸好帅哦，但是我这个地痞流氓为什么要这么精致？啊，我脸上不应该有刀疤吗？怎么连个痘印都没有？我这么精致的流氓被判了刑，算什么呢？服美役。太虚伪了吧！你想这流氓的人物小传怎么写？此流氓乃很注重保养的流氓，不会在白天作恶，因为要防晒。晚上更不会要回家泡脚。打劫的时候说：“小妹妹，你姿色不错嘛，面膜链接交出来，来。”然后正式面试有一场戏，我要去非礼女主，是的，我还是个色魔。就当时设计师，我要掐她脖子，要动手，朋友们，动手！哎，我不会，我上海人，我不动。然后我就轻轻搭上去，导演说不行，要真实。要用力，然后用力试了一下，导演说不行，你掐的不好看。我说啥意思？他说你呀，把它掐出双下巴了。我说，我不是要真实吗？存在这样的流氓吗？哎，你叫破喉咙都没有，双下巴，不好意思，我是。然后导演还继续给我讲戏，要用力，但不能太用力。要真实，但不能太真实。你嘴脸要丑恶，但画面要好看。我越听越害怕，感觉穿越回去上班了。这种矛盾的需求不都是客户总监提的吗？啊，难怪呢，总监跟导演的英文都叫 director。最后啊，剧组没有要我，因为呢，他们把我这个流氓的角色给了一个关系户。现在当流氓还要走关系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社会有点太虚伪了。虽然我理解大家有苦衷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试试看真实的表达，今年能不能让我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？如果不能，我也虚伪，
但是放心，我会控制好真实和虚伪的比例，5:2，达到一个 balance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刘强。哎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你们。我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，现在很遗憾，我的原生家庭没什么问题。但好在我原生家庭的原生家庭有问题。我有一帮那种神人亲戚，比如说我二叔，他现在人到中年仍然求知若渴，每次过年往饭桌上一坐，就开始二叔淘气3000问，在那糊了个肚子啊。谁能告诉我，哪有30岁不结婚的？哪有结婚不生小孩的？哪有大学生找不着工作的？哪有水我都说渴了。我当时看了看我哥，看了看我姐，他俩看了看我。二叔寻找这3类人，桌上全有。桌上其实也有水，但我就不给他倒。哪有那么大岁数不会自己倒水的？我不知道二叔在这找啥呢？30岁不结婚的人，那不到处都是吗？啊，那总不可能是他们一直瞒着我二叔吧？啊，30岁还单身，靠二叔一过来说原地结婚。二叔去一趟寺院，问老方丈说：“大师今年高寿了？”老方丈一捋胡子说：“贫僧今年29，对吧？哪有30岁不结婚的？”我二叔说这话，其实他本质上是因为他不赞同30岁不结婚，所以他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。太帅了，朋友们！顶级唯心主义，我感觉二叔是个哲学家，华北黑格尔。他的哲学理念就是存在即合理，不合理它就不存在。客观存在能以我二叔的意志为转移，他跟那上帝似的，神说要有光，于是有了光。我二叔说哪有光啊，就没了。他不是二叔，他是耶叔。他说他要真有这能耐，他就应该去联合国解决国际问题，往人家那个大会上一站，啊？谁能告诉我，哪有小孩饿肚子的？粮食丰收了。哪有打仗的？世界和平了。哪有淡水资源短缺的啊？哪有水啊？又说渴了。我们家小上帝经常用这种思维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。他现在炒股失败，欠了20万。当时他说哪有股票一直跌呀？这个确实没有，因为每次那股票我二叔一清仓，人家就涨了。过年回家，债主都上门讨债，跟我二叔说：“你快把钱还我吧。”我二叔跟人一梗脖子，哪有钱呀？我现在。我说你问人家是吗？啊，你想人家怎么回答你呢？人家说哦，你没钱呀，那不要了。没法跟我二叔这种人讲道理。我每次一跟他讲道理，他就跟我说哪有小孩跟大人顶嘴的？我之前没忍住跟他顶过一次嘴，当时他说哪有北大学生讲脱口秀的？我说有啊，小鱼、袅袅、侯志远，这不都是吗？我二叔说这里头哪有我认识的？我说二叔李雪琴你认识吧？啊，人家也是北大毕业，后来讲脱口秀，现在是大明星，人多火呀。我二叔说李雪琴，我不待见她。我说哎呦，那她应该是完蛋了，那她应该啊，你说她咋办呀？纵然李雪琴有几千万粉丝，白天拍综艺，晚上拍电影，但你说她回家她睡得着吗？她午夜经常都得泪流满面，说谢谢她二叔，那为啥不待见我呀？实在想不明白，给我发微信说谢谢你二叔，到底怎么才能待见我呀？我说姐，你不行，你30岁之前你抓紧结婚吧，你要不。我感觉二叔把自己活成了一本书，《傲慢与不待见》。他当时说哪有北大学生讲脱口秀的，是因为他觉得有我这样一个侄子让人笑话，他嫌丢人。我说二叔，人家为啥因为我笑话你呀？咱俩关系很密切吗？我犯法都不耽误你考公。我二叔，你要怕他们笑话你，
那你让他们别笑话你。我二叔说我能管了人家笑话我呀，我说哟，那你能管了我讲脱口秀啊？你怕人家笑话你，人家也笑话你；你怕我讲脱口秀，我也讲脱口秀，甚至我最近讲的这段脱口秀，就是让人笑话你。我说二叔，有没有种可能啊？你呀，你就该让人笑话。我说这话不是尖酸刻薄，朋友们，咱们想这个道理，想笑话你的人总会找机会笑话你的，对吧？我二叔我可以笑话他欠钱，我表哥的爸爸马叔，他那么有钱，但我可以笑话他丑，啊，庞博那么帅，但我可以硬笑话他丑，那他也管不了我是吗？那哪有人不让人笑话？话又说回来，朋友们，哪有人不爱笑话别人呀？咱们换位思考，朋友们，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就没笑话过别人吗？我天天笑话，对吧？刚才还笑话我二叔呢。咱们实话实说，朋友们，笑话别人的时候，多开心呢。而且咱们也不光是笑话我二叔，对吧？我二叔是代表了一类人，二叔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二叔是一种文化现象，朋友们。大家身边都会有这种人的，是吧？执着于用自己落后的认知观念去引领时代。你三叔可能就是我二叔，你那个烦人的老板可能就是我二叔，你回家路上喋喋不休的网约车司机可能也是我二叔，甚至我现在看着挺正常的，等我老了，我都可能是我二叔。哪有水？我都说渴了。啊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我要喝水。